嗨，小伙伴们，这一期继续分享修图干货。我们之前进行了几期的修图分享，其实都是偏稍微基础一点的。这一期呢，我们会分享稍微进阶，甚至有一定难度的。希望大家有耐心观看。坚持看完的小伙伴一定会可以收获很多。不过这一期其实我自己也做了大量的图层的调整，如果每一个都跟大家细说的话，可能半个小时也收不了工，所以我会把原文件可以分享给大家。如果有想拿原片去练习的，因为我拍的是 RAW， 如果有想练习的朋友可以点赞、收藏、关注我，然后发私信给我，我会把原文件丢给你，你自己可以在自己电脑上去练习。好，这个就是我的修图画面了，你没有被我的这些修图图层给吓到吧？其实我这一期要跟大家分享的主要的还是这个光效的绘制，像其他的我把画面做一些统一，增加一些暖调，我相信你应该也可以操作。还是那句话，如果有想练习的朋友可以给我发私信，记得要点赞关注我。好，我们现在说一下我的大体思路，先给你们过一遍。原片我们在 ACR 中去看一下。首先我给它上部绘画了一处光影效果，我为什么要画这个光影效果待会儿再说，大家先看一下思路。然后给它绘制丁达尔光线，绘制完丁达尔光线之后，然后给它再绘制一层丁达尔光线，这个光线里面还有一层光线，就是你把光线要做的真实一点，就要做到这种，然后再给它加一层曲线，加一层曲线就是把画面的灰度给去，然后上面的这些呢都是调整颜色的了，我就不去细说了。首先我想有光去这样一束束照射下来，这是我的思路，所以我就需要这一片区域是亮的。那我怎么做呢？把画笔切换到白色，上面不透明度和流量都开到100%，你就开始在这画就行了。但是你要记住硬度是开到最低。然后怎么做呢？双击图层，这里有一个混合颜色带，这个是非常强大的功能，你要利用起来，就是好像光要把这个地方打透。为什么我现在一定要把这个地方做出白色呢？是因为我在后期还要再做一步光线我会提取高光，所以我需要这部分的高光。讲下去你就明白了。如果你觉得这个白色有点不自然，你就可以给它降点饱和度，这个没有关系，大概降到这个是看你的心情，可以，对不对？你可以这样去做了。然后如果你觉得不自然，你还可以给它改成柔光也行，叠加都行，叠加也可以。如果一层你觉得不 OK， 你还可以再复制一层，这个都是非常灵活的。在这个地方点击渐变，好，我们回来之后渐变，我们点击这里边点进来，给它改成杂色，这里的粗糙度改成100%，因为我们想要的是这种线条的感觉，它可以模拟光线。因为我们想要的是黑白模式去做叠加，不需要彩色，在这里 HSBS 饱和度给它拉到最低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点击确定，这个地方呢我们要改成角度，所以这样我们可以去拖拽它到上面，这样就可以模拟光线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点击确定。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改成绿色模式，但是这个效果看起来好像这个光线太猛了，对不对？而且这个线条太细碎了。如果你还想去调节这个光线的话，你可以返回来进来，这里有一个随机化，我们可以这样，你看这个刚好可以把大爷这块闪开。如果你有时间的话，你可以细调，因为我是演示，我就随便点一个差不多。但是这样它还是不是特别舒服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给它来一个高斯模糊，转成智能对象，对，可以大一点没关系。好，差不多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给它添加一个渐变图层，我们切换到渐变工具，大概削弱一下，然后切到画笔，
不透明度你可以降低一点去控制，对，好，大概是这样。那么这个丁达尔效应初步的就已经可以做完了，但是现在有点灰不要紧，还记得吗？我们最后会有一个最终的调整曲线去给它压一下。因为你但凡想把一个东西做真实，那你就需要多做几层。这个出来之后呢，大家可以看区别，我又给它来了一层，看这一层效果，你看就上面有光线，好像隐隐约约穿梭的感觉。我要的就是这种，不要那种太假的效果。这个是怎么做的呢？这个其实就是用到我们的亮度蒙版了。你可以看我之前分享的亮度蒙版那一期，我用到了这个 Rapid Mask， 然后我可以去提取的高光，然后给它做一个镜像模糊。比方说我提取一个稍亮部吧。好，大家看到这个图，现在应该明白我为什么刚才画笔要把它画成白色了，对不对？现在我点击一下再入，回到 RGB， 我现在是不是可以 Ctrl 勾复制一层呀？这一层就是我复制出来的高光，我要给它怎么做呢？首先点成智能对象，滤镜，镜像模糊，镜像模糊给它缩放，它就有这种放射的感觉了，给它开到100%。这个还是可以调位置，大概在画面的右上方，对不对？我点击确定。好，大家去看一下，是不是发现了很多细碎的光线出来了？我还可以给它复制一层，这个时候你可以给它一起打个组，给它再添加一个蒙版，哪太亮了你可以再给它去一去，比方说这太亮了，不要太多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去一去，你还可以给它加曲线。这是不是丁达尔效应就已经出来了呢？教程就分享到这里，至于后面的调色部分，有需要的朋友还是给我发私信索要吧。好了，希望可以帮到你，拜拜。